因为我妈是水脑症那又有轻微的帕金森氏症。那后来是接受医院的医师的建议，说开刀装机器。本来是说让妈妈去住院，可是医生有建议说要插鼻胃管。那其实我们家人，连我爸爸，在我妈妈在开刀之前，他就慎重跟我讲，说不要让你妈妈插任何的管子，自然吃到不会再吃为止。对，所以就自己来照顾吧。那后来我们真的是照顾很辛苦，不晓得怎么办。大家要工作，我们一个晚上都要起来10次以上，尤其是在冬天，你的头还没有靠近枕头的时候，他会把你叫醒，因为他都是晚上排尿。对，那就是要把抱起来，这样子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到了半年，这半年真的是很辛苦啦。哎呀，我很想跟那个门诺医师说，蔡医师说，我也很想进去住院。对，后来就是有接触到，我有看到一份资料在门诺医院安宁居家，我就马上挂号申请。后来呢，他们决定过来会同来看一下我们家里的状况。看到妈妈已经卧床了，没有办法行动。那我们每次要到医院看诊，我们要从3楼妈妈坐轮椅，我们4个人要一起扛下去。扛下去之后，又要抱到车子上。重要的是，妈妈没有办法在那边等待门诊的时间，有时候要等2个小时。她不舒服，我们也不舒服。对。2206号10到1号柜台办理。后来我们申请居家安宁，就不用到医院去，那护理师跟医师都会到家里来探访。医师早，早安，刚好早上有一个位置哈。对呀，阿嬤起床了吗？老大，哎呦，今天反应很好的呢。那让妈妈有一个妥善的量血压、量血糖、听心脏，问我们用药的方法有没有正确，然后还有指导我们一些照顾的方法。我觉得说真的是太棒了。看看有没有剩，因为如果他没有每次吃还有剩，我就再延后再开。好了，有问题再打给我。好，这个让我觉得很安慰，他24小时都可以有听到有人在接电话，这个是最大的安慰。那是我的镇定剂，我心灵的镇定剂。那症状比较复杂的时候，护理师也会到家里面去协助。那药物的调整的话，也可以及时的跟医生做沟通。那家属如果真的需要有药物上的调整，他们就是只要到医院指定的柜台领药批假就可以回去，他就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等待。那我觉得说，真的是让我们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做我们其他的事情。我觉得投入居家以后，你会发现每一个病人身上都有故事。然后，当你开始很投入的去照顾他们，然后想要因为可以提供他们很个别性、属于他们的照顾，你会开始想要去了解他们的生长背景。家属也会给你很多的反馈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做在案家身上的事情非常的微小，可是却带给他们很大的安全感。他们常常会，因为你觉得你做该做的事情，跟你道谢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心里面是很感动的。
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被预备的。我觉得死亡这件事情也应该不能避谈，就是也应该要先被预备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，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你最爱的人，我觉得那也是爱他一种方式，因为他就不会觉得很揪心，或者是他就不会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其实我们都已经准备好，对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因为这是必然的，有生就有死嘛，生老病死。用平常心去想这件事情，万事万物都是一样。所以我觉得，做这份工作，你好像常常要面对死亡。可是我会觉得，当你把一切的事情都跟家属一起，就是沙盘演练，然后预备好了，然后看到家属虽然情感上的不舍，但是他们可以就是很健康的面对这一切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。